如果你用物流股的眼光去看即将上市的 MDT Shipping， 你會覺得它貴得離譜。但如果你看懂了它手裡的隱形壟斷權，你會發現這家公司賣的根本不是簡單的搬運服務，而是大馬核心命脈的航線控制權。憑借國家的航運保護政策 Cabotage Policy， 它在西馬到東馬的航線上鎖死了 46% 的市場份額，像高速公路一樣的賺錢。它的利潤率高達 21.2%， 幾乎是同行的2倍，這簡直不像物流公司，更像是一台海上印鈔機。但先別急着入場， IPO 拿到的 96% 資金全拿去買船，是好事還是壞事？這個11分鐘的視頻帶你戳破 MDT Shipping 的表面繁榮。首先，我們必須先把物流公司這4個字先放一邊，因為如果你一直用這個標籤看 MDT Shipping， 你很容易看錯。問題不在運什麼，而是有沒有控制那條路。一般的物流像是快遞員，哪裡有單就往哪裡跑，誰便宜就用誰，對不对？那種生意的本質沒有控制权，只能被價格壓。但現在你換一個畫面，你是連接西馬和東馬的唯一通道，這就是班輪 Linear Shipping， 它就好像是一個高速公路加收費站。所以你现在在看它的收入，你以為它在賺運費，但更接近的本質是有人要通過這條路運貨，就是讓它來賺你的錢了。你可能會想，全球這麼多航運巨頭，像 Maersk 這種幾百艘船的玩家要進來很難嗎？其實不難，但是他們進不來，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強，是因為他們沒有資格。在馬來西亞不是本地註冊或者不是本地控股的公司，你不能跑國內航線，這就叫 Cabotage Policy， 沿海航運保護政策。這裡是先看護照再談實力的遊戲，簡單粗暴的直接保護國內業者。就算政策在2017年稍微開了一條縫，外國船可以進來一點點，但現實很打臉，他們的市占率加起來不到 5%。 為什麼？因為成本不對，頻率不夠。而 MDT Shipping 呢，它直接鎖住了 46% 的市場。你可以這樣想，你從吉隆坡發2個貨櫃去東馬，有一個大概率就在 MDT Shipping 的船上。你可能會想，其他國內業者可以慢慢搶，對不對？買船開航線，然後降價來競爭，聽起來很合理。但是別忘了最重要的東西叫頻率。你想象一下，你自己是商家，你的貨已經到港口，現在有2個選擇， A 公司1周1趟， B 公司2-3天1趟，你會選誰？不用想，你一定選更快走的。一旦大家都選頻率更高的 B 公司，它的船更滿，單位成本就會更低，它就可以維持高頻。而 A 公司呢，船沒有滿，成本變高，被迫減少航班，最後會變成不是誰價格低的問題，而是除了它，你根本沒有更好選擇。來看看招股書，營收接近12億，淨利潤 2.5 億， PAT margin 21.2%， 這像印鈔機吧？但問題來了，這 2.5 億是能力還是運氣？要看懂這家公司，我們就要換一個角度看。他曾經賺過 5.5 億，現在掉到 2.5 億，直接砍半。如果這是一台印鈔机，為什麼 PAT 的波動這麼大？你如果想着有沒有一種可能，他賺的是行情的錢，我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，自信點，把可能這2個字拿掉。那幾年疫情的時候，全球航運一團亂，船不夠，港口堵船，價格比你家還亂。那段時間誰有船誰就是王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問問你賣 cargo 的朋友，那幾年是不是躺着賺？所以現在你要重新定義這 2.5 億。假設現在這個 level 才是市場回歸常態。問題來了，如果行情再更差一點，會怎樣？我們要講一下這家公司有一個很危險的結構。錢已經花了，船已經買了，你用不用船，成本都在那裡。折舊每年照算，船員工資不會因為你少接單就打折。誰叫你賺錢的時候沒有慷慨一點？這就像什麼？這就叫經營槓桿。本質很簡單，生意好，你賺到爆；生意差，你死得更快。假設 market 稍微不好，如果運費跌 10%， 你直覺會覺得利潤也跌 10%， 對不對？錯，現實更狠。因為成本降不下來，那少掉的收入幾乎是直接把利潤砍一半。不信，你看那個表格，2024年的 revenue 是大概12億， PAT 是 2.5 億。當 revenue 掉了 10%，而固定成本呢，都講是固定了落，逃不掉的，所以 PAT 就從 2.5 億變成了 1.3 億。這時候你要認真想，一個利潤可以腰斬的生意，
真的叫穩定賺錢嗎？它真正賺錢的時候是市場失控的時候，是供需不平衡導致 cargo 價格亂飛。所以我們要判斷的不是它賺不賺錢，而是它現在賺的錢是不是可以持續的。如果答案是不能，那這 2.5 億就不是安全點，是陷阱的誘饵。現在來看看 IPO 結構，這一次以每股 1.03 的價格發出去，目標是籌到 6.5 億。但是錢怎麼用？有 96% 都拿去買船。為什麼這麼集中？因為 MTT Shipping 已經簽了訂單，承諾購買8艘船，價值搞到8億令吉。我們再繼續往下拆，買船對這個船運公司來說本身沒有錯，最大的問題是時間。在航運這個行業，你今天下單不是明天拿船，通常是18到24個月之後，這就很微妙了。這意味着管理層是在用今天的樂觀去賭2年後的行情。如果2年後行情變差了呢？你原本期待的是新船帶來更多利潤，但現實是新船帶來更多虧損壓力，這是航運業最經典的死法。所以現在這個擴張，我們必須問問自己，是擴張規模還是放大風險？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風險，那就是折舊，是賬目上的貶值。不管你有沒有生意，折舊這東西，它每天依然還在吃你的利潤。如果行情很好，折舊你是感覺不到的。但如果行情反過來，這時候折舊就變成吸血鬼了。到時候你看財報，會覺得公司虧錢，股價可以自行腦補了。所以現在我們把所有東西拼在一起， MTT Shipping 就是一個重資產加上周期波動的公司。你做它股東的話，它順風順水，你就順財神；它逆風逆水，你就股東變房東。很多人拿到這家公司，第一件事就是看 PE 才10倍左右，然後問貴不貴。對於 MTT Shipping 這種極度特殊的公司，如果這把尺從一開始就是錯的呢？我們先看第一個錯誤，就是把它當普通物流股。邏輯很簡單，跑船而已嘛，給個8到10倍 PE， 聽起來很安全。但問題是，這家公司真的只是跑船嗎？我們前面已經拆過了，它控制航線，有政策保護，拿了 40%、60% 占，這更像什麼收費站？所以如果我們用物流股的低估值去看它，就錯過它的壟斷溢價，這是第一個錯誤。第二個錯誤，把它當成成長股，這樣更危險。看到它賺 2.5 億，很多人會下意識做假設，每年保持多少 % 來增長，然後算出一個高估值。但問題是，這個行業從來就不是直線的。你看它曾經賺 5.5 億，現在只剩一半。如果你在高點用成長邏輯買進去，真的變房東了。好，現在重點來了，我們要避免這2種錯誤，那我們該怎麼辦？我給的建議是，不要看今年賺多少，我們看最差的时候它還能不能活。這就是第一把量尺，看的是跨周期的真實賺錢能力。如果一家公司在最差的时候還能賺錢，那它才有資格談安全，但這還不夠。第二把尺更現實一點，如果今天我想重新買船，招人，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 MTT Shipping 航線網，需要花多少錢？所以你要看的是企業價值和船隊重置成本，然後這兩者做一個比較。如果它的企業價值，也就是 market cap 加上 net debt 比船隊重置成本低，那才算便宜。根據招股書，上市後的总股本為25億股，以零售價 1.03 計算，總市值大概是 25.7 億令吉。至於 net debt， 公司總借貸是 8.11 億減去 cash 8.06 億，你自己拿計算計算，你會得到500萬。所以就是企業價值大概還是 25.7 億這樣。至於船隊價值是 1.46 億令吉，所以企業價值 25.7 億对比船隊價值是 1.46 億。是不是覺得 IPO 價 1.03 算貴了？ Zotok Made， 你要留意到他們的船齡都是7年，2025年10月才賣了一艘19年的船，它的成交價是賬面價值的 249%。 所以如果做出這樣的假設，目前手上的那些船的 resale value 會是賬面價值的2倍，那你用企業價值 25.7 億對比船隊價值，你自己講呢，還划算嗎？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你，企業價值对比船队價值只是代表這個公司很划算，你還是要看它在這個周期性行業的未來盈利能力，這個重要過一切。而要做預測，你就要去買一粒水晶球了。記得我們要看的不是 PE， 而是重置成本，要看的不是增長率，而是生存的確定性。在你決定是否要買入 MTT Shipping 之前，你必須在心裡設好2條紅線，只要這2條紅線被觸碰，你都應該立刻離場。先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，這家公司最值錢的東西是什麼？
船嘛，不是，是那道 Ukabedage Policy 沿海航运政策建出来的墙。这个墙讓 Maersk 這種巨頭嘗到他們再有錢再多船最後也是進不來，所以現在的局面是被保護的競爭。但是萬一沒有了政策保護，外國船隊會用更低的成本更大的規模狠狠地撕開 MTT Shipping 的優勢， 21% 的利潤率直接蒸發。所以這條紅線很簡單，保護政策一動，投資者就要小心了。現在我們來看第二條紅線。我們前面講了很多利潤、折舊等等，但你如果只能盯着一個指標，那你一定要看裝載率，因為這個指標決定了賺錢能力。這裡的裝載率指的是從西馬前往東馬和文萊的航段，是公司的利潤支柱。你可以這樣理解，船滿的時候它是印鈔機，船空的時候它是燒錢機器。如果裝載率從 86% 慢慢掉到 80%， 你可能沒感覺，掉到 75% 開始危險，再往下那就不是賺錢少一點的問題，是開啟價格戰的開始，利潤就會被壓低，利潤一壓，現金流就緊張了。現在你已經有2條紅線了，接下來才是最重要的問題。那為什麼還是有人考慮要買呢？因為它確實有一面非常誘人，在政策的保護下，利用年輕的船隊可以鎖定的高額現金流，前提必須是MTT Shipping 是一台被保護的印鈔機，和現在的運費是底部。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，記得分享給你的家人朋友，我們下期見。